其实，有很多被认为有精神病的人，都比正常人要聪明，而且是超出我们理解范围的那种聪明。在这家精神病院里，曾经就有过3位住诊医生。我的表姐李世辉，她当时的男朋友小川，与院长的儿子程思源。由于程思源一直暗恋着表姐，与小川产生了心病，更坚持将怀疑有精神病的作者给释放了。在发现自己犯上了错误之后，程思源的性格也出现了很大的巨变，最后便成为医院里的精神病人之一。究竟这个充满了热忱的精神科医生，曾经到底遇见了什么？那我们开始吧。那我们就开始吧。你应该非常的清楚，我们这次来的目的。你们想知道我的病情是怎么样的吗？你知道你自己生病？对。其实所谓精神病，只是一个名字而已。是否真的有病，我想没有什么人会知道的。那你为什么要逼自己，把自己关在这里？因为我发觉，我这里出了问题。什么样的问题？你们来之前都应该做好功课了吧？知道我为何会在这里。没错。我想没有人会比我更熟悉这个房间了。曾经我就坐在你们的位置，跟一个又一个的病人谈话，了解他们的心理，看看有什么可以帮到他们。跟他们接触的越多，我就越觉得，所谓的精神病，或者是心理障碍者，其实都只是一种很极端的表现。所以你不能说他们有精神病，他们就不聪明。而相反，精神病都可以很聪明，只是超出了我们的理解范围。这样的人，你是在指作者吗？你认识作者？我跟他见过面。是他叫你来的吗？我想你是误会了。作者，他没有叫我来这里。请你相信我们。好，我相信你。没错，那你应该明白我的意思。像作者的这种病理，在病发之前都是很正常的，只是他们的思维跟普通人不一样。但那一次，他跟我提出 termination 手术的时候，我以为他在说小说里面的情节。他为了离开这里，他欺骗我，要我签字让他出院。但这些都不要紧，最大的问题是，他竟然成功了。我当了这么久精神科医生，
从来没有见过有人跟他一样疯狂。所以你想成为像他一样的人？不是。你们知不知道，为什么他要去做 transplantation 这个手术？他跟我说的理论是，我们人类在婴儿时期，我们的头骨并不是完全闭合的，在中间这个位置有一个很大的缝隙，就是俗称的脑门。这个设计就是为了不妨碍我们的大脑发育。到大约2岁之后，这个缝隙也就会自动闭合，而我们的大脑也就停止了发育。作者这么做，是想让他的大脑继续发展。说的没错，作者在自己的头骨穿了个洞，其实就是为了要得到更高的智慧境界。而真正让我感到疑惑的，就是他怎么能成功做到？根本不可能。我看过一篇报道，说我们的头骨一旦受到损害，我们的大脑就受不到应有的保护，那样一不小心的话，就会触动到我们千千万万的神经线。我记得有个病人因为脑溢血而做了开颅手术，虽然手术很成功，病人康复了，但是他有很多后遗症，例如有幻觉，还有经常流鼻涕。你们的常识都也不错，这些都是在我过去学校教给我们的知识。但是那一次，当我见到了做了手术的作者后，我真的觉得他好像变成了一个超乎我想象的一个智者。你见过他，你一定会同意我的看法。可是我不明白的是，就因为这样子，你愿意放弃一切，去做一个精神病人吗？这样甘愿吗？是因为在我的心里产生了一个特别可怕的念头。我知道是什么，跟作者一样，去做头骨穿洞的手术。其实某种程度来说，我就跟作者一样，都是想千方百计去得到更高的成就。作者就在我的面前做了一个成功的示范。曾经有段时间，我真的很有冲动去做这个手术，但另一方面，我的理智就叫我不要这样做，所以我的脑袋里面一直就好像有2个声音在互相的交战着。我恐怕终有一天会让邪恶那边战胜，所以为了安全起见，我就要求诗诗和院长把我囚禁起来，因为我真的怕有一天，我真的会酿成大错。